或许这个女帝怎么都不会想到，转世后她竟变成了一条小青蛇，还是那种血脉极为低下的水蛇。可毕竟曾是风华绝世的一代女帝，就算是条普通小蛇，她也有信心再次登临世间绝巅。但事实却是，不管女帝如何努力修炼，上面总有一个压她一头的黑蛇哥哥，下面还有一只紧追不舍的白蛇弟弟。就在不久前的一个蛇窝里有3颗蛋，我率先破壳而出，感觉到自己没有4肢和光秃秃的头顶后，我没有沮丧，而是特别的兴奋。众所周知，罗马注定无妻无子，我上辈子就是天生的罗马圣体。当罗马累啊，我每天都想躺平，躺得像晒干邦邦硬的咸鱼一样平。可大丈夫生于世间，岂可碌碌无为？于是我间歇性的发愤图强，持续性的混吃等死，最后把自己折腾得更累了。而对于现在的自己是条蛇，我还是很满意的。丁，检查到宿主的意愿和童子完美契合，无限血气成长系统已自动绑定成功。我一下瞪圆了眼睛，听着名字好像不需要努力就能变强。宿主睡着的每一秒都将获得1点血气，且没有上限。系统将随机发布任务，请宿主在睡觉之余尽量抽空完成。此间大荒妖兽等皆有9阶最强，请宿主务必抓住一切时间多多睡觉。我现在明白了，这是个有妖兽妖怪存在的世界，还真有点担心自己这火锅筷子大小的体型出去会被当辣条嗦了。成为1阶妖兽要1000点血气，1分钟是60秒，我只要睡2分半就能直接突破。当即闭上眼睛，准备睡到自然醒，最好一觉醒来天下至强。就在我睡得正香甜时，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女子声音：我堂堂圣朝凌霜女帝怎么会那么容易死？哈哈，该死的老杂毛，肯定没想到吧，居然用美男计算计我，等我回去你们就死定了。女帝凌霜，谁啊？我慢吞吞的反应过来，好像听见蛋壳外面有动静，有弟弟或者妹妹破壳了吗？我探头出去看一眼，刚好和一双豆豆眼四目相对，幼蛇能够分辨气息，只一眼我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妹妹。我张嘴就要打招呼，却见对面的小蛇一脸嫌弃，接着自己的脑海里又听到了那个声音：这条眼睛都睁不开，一脸蠢相的小蛇，就是朕这具肉身的便宜哥哥吗？也太丑了吧，辣眼睛。不过到底是哥哥，朕就开恩提携他一把，日后让他当个拉车的龙马吧。我一脸的问号，这女帝嫌弃归嫌弃，不过还肯给个拉车撵龙马之位，大气。我单走一个6已是敬意。朕要修炼了，就算成了一条血脉驳杂的小蛇，朕也能成就地道。一心复仇的女帝开始专心致志的修炼，我等了等，脑海里没有再听到她的声音，就准备接着睡。刚刚的那一觉睡得可太舒服了，我看了一眼面板，用时2分半，这就1阶了，继续接着睡。结果刚闭上眼睛没多久，一个男子的怪笑声在我的脑海炸响：桀，本尊又活了，果然死遁转修之法可行。这笑声可不像好人，我心里嘟囔着。一帮多管闲事的种中枯骨，逼得我凌云子散功重修不算，连本体也没能保住，如今竟然变成了一条小蛇。待本道君回去，定要将你们都挫骨扬灰，炼入我的万魂幡中。声音响起时，右边的蛇蛋也有了动静。不用问，这肯定是刚出世的弟弟了。我迟疑了下，还是难以抑制好奇的天性，探头出来看了眼，和右边的小白蛇2双小豆豆眼对上。这就是本尊这一世的兄弟吗？模样虽然丑了点，不过没事，炼入万魂幡内都是一团黑气，便也看不出美丑。听闻血脉至亲，神魂间有感应，炼入魂幡做主魂，更加的妙用无穷。本座前世无父无母，无亲近血缘，没想到转世之后却有了血缘至亲。不过在那之前，得将他培养的强点。弱小可怜之物，最是惹人厌烦。本座的万魂幡不收无用之魂。闻言，我再单走一个6。这尼玛什么弟弟妹妹？圣朝来的女帝凌霄妹妹还好点，虽然嫌弃我丑，但至少给了个拉车的名额。相比之下，道君弟弟凌云子更牛，直接要把我炼入一听就很瘆人的万魂幡。2世唯一的哥就和害得你生死道消的仇人一个待遇吗？这破弟弟不能要了。我缩回了蛋壳里，跟童子交流了会，才知道1米之内有灵智且修为不超我3个等阶的存在都能被听到心声。接下来我安心睡觉，下一瞬血气+1+1+1，不知睡了多久，我醒了，是被饿醒的。一睁眼就一个念头，手机呢？我点个外卖，一扭头看到了自己的一身鳞片，才终于清醒。所以做条蛇该怎么填饱肚子？要不要一口蛋壳尝尝？听说有些卵生动物是吃蛋壳的，我伸出头照着边缘张嘴咬了一口，蛇蛋壳是软的，口感古怪，我直接就呕了。左边的蛋壳有一颗青色的小脑袋，咧着嘴露出2颗小尖牙，不用听心声都能看得出来是在嘲笑我。然后就看到对方的蛇蛋上也有2个可疑的小孔，你个女帝也啃蛋壳还嘲笑我，我被气笑了。这时右边的蛋里也露出颗脑袋，道君弟弟也被饿醒了，一青一黑2个脑袋同时转头看了过去。道君弟弟心中一惊，奇怪，这2条蠢蛇为什么都看着本座？难道发现本座有异常？这时3个鸟蛋从洞口斜着滚了进来，然后我就感觉眼前一闪，鸟蛋是朕的，鸟蛋本座的。2条小蛇一青一白窜了出去，它们先是各自用尾巴圈住了一颗，然后转头去咬中间最大的那颗。我猛地抬起了头，3颗鸟蛋3条小蛇，你们怎么还多吃多占？得冲了，不然饭没了。丁，发布任务：妖兽世界弱肉强食，但长兄如父，有维护家庭和睦、管教兄妹的责任，抢夺所有鸟蛋再分配。任务奖励随机领种。我笑了，竟然还能顺带完成任务领奖励，敢抢我的鸟蛋女帝道君也得揍。我甩出蛇尾猛砸2妹的秃头，小青蛇被砸中脑袋，顿时
蜷缩成了一团。看见这一幕的白蛇预感不妙，立刻卷着一颗颗鸟蛋退开。可惜晚了，我在摆尾砸中3D尾巴，遭受重击的小白蛇放开蛇蛋，本能的蜷缩身体滚到一旁。我一个潇洒摆尾一将3颗鸟蛋划来到了自己的面前，胜利易如反掌，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到底不是一般的小蛇，小青蛇忍着疼爬了起来，仰起头看向偷袭者。等看清是我，不禁瞪圆了他那一双小豆豆眼，竟然是自己的便宜哥哥蠢黑蛇。小白蛇也翻身摆出攻击的姿态，却在看清我的样子之后尾巴一降，因为他发现我这便宜哥哥的体型比他的粗了一圈，还大了不少。同样是一窝的蛇蛋，气息十分相似，绝对是很近的亲缘关系。怎么对方的成长速度这么快？但他们都没有迟疑，就立刻摆动身躯冲向我抢夺鸟蛋。然而砰砰2声，他们再度被拍飞。在爬起来后，小青蛇的眼神中闪烁不定。朕已经引气入体，练出一丝妖力，成了妖兽。妖族修炼需血时旺盛气血，鸟蛋不能放弃。丑黑蛇不过仗着体型大点，还不如旁边的小白激烈，方才定是巧合。再战！我脸色古怪，听见女帝妹妹心声的同时，从道君弟弟那听到了一样的内容，只不过朕的自称换成了本座，妖力变成了灵力，丑黑蛇换成了蠢黑蛇。真溜啊，这养家伙！不喊哥可以理解，人家一个女帝一个道君都不知道活多少年了，不想认哥哥情有可原，可一个说我丑，一个说我蠢，就是屎壳郎跳高他们都有点过分了。这时小青蛇最先沉不住气，身体一动，张开嘴露出尖牙朝着我咬来。它催动了体内的一丝妖力，身上微微的青光一闪，速度比之前更快了不少。我昂首不动，只是把尾巴抬起挡在了身前。小青蛇一喜，在心中快活的叫了一声，猛猛地咬住了我的蛇尾。然而它咬住的蛇尾将它的牙割得好疼，我心中暗笑，小青的动作自己完全可以躲开，但不想浪费时间再去争夺鸟蛋，还得吃饱了睡觉。猛地一摆尾巴将小青妹妹甩了出去，同时抽向了来偷袭的小白弟弟。弟弟没有妹妹的待遇，直接抽脸，一清一白，2条小蛇再次翻滚了出去，而我护着3颗鸟蛋岿然不动。凌霄被甩飞，晕头转向的爬起来。凌云子更惨，他的脸和尾巴都疼，两蛇爬起来都有些不可置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打不过一条普通的小黑蛇，顿时感觉到了一阵挫败感。我心中暗笑，女帝又怎么样，道君又怎么样，不听大哥的就得挨揍。孩子打完了得赶紧把蛋分了睡觉。接着我拨动身前的2颗鸟蛋，分别向着他们2个滚去，一清一白立刻冲上去，将滚向自己的鸟蛋用嘴接住，一边往嘴里吞，一边用小豆豆眼看着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又把鸟蛋给了他们。为什么？当然是为了完成任务啊！我心道。两蛇把蛋吞了后，立刻运转功法汲取消化。对现在的他们而言，任何一丝增长力量的机会都不能放过。我看见隐隐有一层雾气在两蛇的身上萦绕，看来这鸟蛋应该不一般。我不再迟疑，也张嘴努力将鸟蛋吞了下去睡觉。再次醒来，我发现自己要蜕皮了。我不安地扭动着身体，感觉身体被东西束缚住，很不舒服，非常急于挣脱。这滋味就像穿了缩水的劣质毛衣，还穿反了，又勒脖子又刺挠，关键还没有爪子可以挠挠解痒。当即找了个突出的石头，开始一顿狂蹭。一通忙活之后，身上的皮顺利退完，我只觉身心舒畅，整条蛇都轻松愉快了。抬起尾巴尖晃了晃，感觉好像变粗了。最细的尾巴尖原来是筷子粗细，现在有手指粗。爬起来游动着展开身体，目测至少得有半米多，最粗的部分都快赶上擀面杖。听说蛇蜕皮就会长大，可没听说一次会长这么多。转念又一想，这是个有妖族存在的世界，兴许我这个品种的蛇就是这么长的。扭头看一眼女帝妹妹和道君老弟，两蛇身上的微光正随着呼吸起伏的节奏变化，一看就是还在修炼当中，而且瞧着也长大了不少。不过没有我长得多，我放心了。然后我瞄了一眼面板，40多万血气，我竟然睡了5天。接着注意到面板上有的地方不对劲，灵种跑哪去了？我只得在自己身侧查找。不一会我找到了那颗随机奖励的灵种，这是聚灵草，可以汇聚灵气，有安眠的作用。我乐了，游过去就准备接着睡觉，可闭上眼睛发现根本睡不着，因为我饿了。环顾四周，除了泥土就剩下蛇皮，我总不能把刚蜕的皮吃了吧？丁，发布任务，浪费食物是可耻行为，吃掉蛇蜕，奖励随机灵种。童子你节操呢？我瞪眼，竟然发这种任务，逼我吃自己蜕的皮。我做了2秒的思想斗争，你别说，还挺有嚼劲，有一点像牛肉干的口感。果然，没有人能逃过我静泽大地的真香定律。我一边嚼一边感慨，很快吃完了自己的蛇蜕，没饱，但也总算不饿了。闭眼睡觉，哈哈，朕突破2阶了，接连突破，不愧是朕。小青蛇从修炼中醒来，对这次修炼的成果十分满意，感受着体内的妖力，再看向某个长大变肥不少的黑蛇，不禁暗道：丑黑蛇，朕这回要把你的蛇胆打出来，除非你没长。怎么这么痒？女帝小青正要发起攻击，突然感觉身上一阵紧绷的难受，还有难以抑制的痒意，随即意识到什么，找了个石头蹭起来。蜕皮的过程十分顺利，不过也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于是便索性盘在石柱上休息。期间一抬眼瞥见还在睡觉的我，不由唾弃道：不思进取的懒蛇，吃了最大的一颗鸟蛋简直就是浪费，未开灵智不通修炼之法，最多能得其中一点灵气壮大身躯。朕如今2阶了，不信还打不过你，待朕休息好，定要将之前吃的亏讨回来。这时候凌霄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侧的小白蛇，瞥了一眼后不禁一下直起了身体。这小白蛇果然也在修炼，之前抢蛋就觉得这个弟弟有些古怪，现在看到他身上浮动的灵气，正验证了怀疑。凌霄暗自思忖，若是能收作助力，不失为一件好事。下一瞬，小白蛇结束了修炼，蛇眼中金光一闪，他突破2阶了。然后他立刻就看向了洞内的其他2条小蛇，嚯，蠢黑蛇怎么会胖了这么多？小青蛇也长大了不少。小白蛇一边戒备一边游走到一块石头旁，不久后吞下了一身的旧皮。洞内3条小蛇，一条睡得酣畅淋漓，2条各怀心思。一时间没蛇动弹，洞内又恢复了平静。一炷香之后，凌霄率先动了，朝着我摆出了攻击的姿势，然后回头冲着小白
白蛇吐了吐信子，他相信对方一定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凌云子眼神一闪，欣然前往。有仇不报不是他的性格，于是一青一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同盟。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他们同时弹射而出，那速度之快带起了残影。不过两蛇并不想猎杀我，他们攻击的部位是我的尾尖和头顶，也正好是之前他们被打的地方。哈哈，咬中了！凌霄一喜，然而立刻他就感觉到不对，咬中了，可是尖牙却没能刺破鳞片。与此同时，凌云子只觉牙齿上传来了一股反震之力，令他牙根一酸，迅速松口，扭身便要逃走。而我就是在这时候醒的。是谁？谁挠我痒痒了？还挠的是脚心和头皮，这也太缺德了吧！感觉不舒服的我本能的就是一个甩尾摇头。我不经意间的动作速度快得十分惊人，饶是凌霄和凌云子已经实现预感不妙要逃，却还是被砸了个正着，扑通两道落地声。我这下清醒了，昂首一瞧，怎么个事儿？丁，发布任务，教训胆敢偷袭兄长的妹妹和弟弟，并让他们吃下自己的蛇腿。任务奖励随机领种，系列任务当个好兄长成功开启。任务内容管教妹妹弟弟，达成不服就奏成就，奖励随机领种。嚯，还有这好事！我当即不怀好意的眯起了眼睛，胆敢偷袭我，该打！一甩尾巴冲了过去。凌霄见状一惊，随即选择迎击，女帝绝不退缩，然后被一尾巴扫过来，直接甩了出去。凌云子见势不妙，就有心要躲，可我的速度太快，让他也享受了一把无翅飞翔的快乐。做完这一切，我高昂起了头颅，尾巴尖指了指石头方向的蛇腿，快吃！我都吃了，你们能不吃吗？两人非常聪明，不仅能理解我的意图，还能举一反三。凌霄一愣，这蠢蛇什么意思？要让我们吃蛇腿？朕怎么能吃？等等，难不成小黑蛇是在遵照本能让我们吃蛇腿？该不会蠢黑蛇早就蜕皮了，只是蛇腿被他吃了？凌云子也暗道，本座小看了这黑蛇，竟如此强悍，这是血脉返祖吗？不过没能得到妖族秘法的血脉觉醒，未来成就定然有限。也罢，本座暂且忍一时，日后再讨回来。两蛇虽然暗自腹诽，却都没有迟疑，按照我所指游动过去，将各自的蛇腿吃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获得随机灵种。我亲眼见到一颗灵种落在了之前睡觉的泥台，正准备游过去，就听到洞口有声音，孩子醒了。我转头望去，就见一个硕大的蛇头探了进来。我的娘嘞！我被突然出现的蛇头吓了一大跳，听到心声才又镇定下来。嚯，还真是我娘！见大蛇游动了进来，我有些好奇的凑了过去，这还是自己2辈子第一次看到生身母亲。这是老大，他不怕我。大蛇的心声很温柔，对我的靠近非常开心，声音里都透出了喜悦。他扭动着身体，昂起头，转身又往洞外游。小黑聪明，认我；小青小白还傻，鸟蛋有用，再去偷。我眨了眨眼睛，自己听错了吗？蛇娘刚才说啥？再去偷鸟蛋？原来之前的3颗鸟蛋是娘投喂的，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巧？刚觉得饿了，就恰好鸟蛋滚进来，还恰好就是3颗，原来是当娘的给孩子送的粮。接着又想到刚才大蛇夸我聪明，说小青小白傻，顿时更高兴了，感谢来自娘亲的肯定。我扭头就冲着小青小白吐起了舌头，还凌霄女帝凌云子道君呢，占了人家孩子的肉身，连娘都不肯认，这条丑黑蛇在干什么？凌霄不解，在嘲笑朕吗？这见到大蛇还敢靠过去的丑蛇，竟然还敢嘲笑朕。凌云子也是感到很奇怪，大蛇为什么没有吃掉这蠢黑蛇？本座不会记错，蛇蟒一族会吞吃同类，且不会顾及血脉亲缘，尤其是体型不同的蛇类，小蛇就是大蛇的食物，除非开启了灵智，可是普通妖兽至少要到5阶才可开启，大蛇的实力根本没有达到5阶，或许是吃过蕴含灵气的天才地宝，倒是有些运道。嚯，原来如此，我听明白了，这2位肯定辨认出大蛇是母蛇，但也知道蛇会吃同类，所以大蛇突然进来，他们远远躲开。我猜测蛇娘亲可能是无意中吃过蕴含灵气的鸟蛋，因此才会偷鸟蛋喂养我们。这么说，我这回还挺幸运，遇上个靠谱的娘。蛇亲娘临走前说要再去偷蛋，想到鸟蛋的味道，不禁有些期待起来。刚睡醒这会儿有点睡不着了，加上又饿了，干脆盘起身假寐，等待着鸟蛋的到来。凌霄和凌云子却是惊疑不定，他们在犹豫是否离开这处洞穴，免得大蛇再来将他们吃了，到时候未必还有机会重生。可恶，朕怎么忘了这洞穴未必安全？那大蛇为何要退走？他若开智，有他护着倒是件好事，本座现在还太弱了，这蠢黑蛇竟然又睡了。他如此淡定，莫非能和母蛇交流？还是蠢笨的不知道危险？罢了，还是走，不能冒险。两蛇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离开的决定，一青一白便向着洞口游动，游过我身边的时候又都同时停住了一瞬。朕要不将丑黑蛇赶走，他若不死以后再见还能给朕拉车。本座发一回善心，日后若再遇到了这蠢黑蛇，万魂幡中的主魂也有了着落。我睁开了眼皮，就在2条蛇要张嘴将我咬醒的时候，我昂起身体，伸出尾巴将2条蛇都扒拉了回去。去哪呀？哪都别去，乖乖等着娘送鸟蛋。我有心阻拦，任凭凌霄和凌云子怎么想走都走不了，10几次交锋全部挡住。两人气愤之余，又见我时不时往洞口张望，心下一动，渐渐停下了往外冲的动作。没过多久，洞口外传来微弱的动静，接着3颗鸟蛋陆续滚了进来。女帝和道君都忍不住瞳孔一缩，朕这是被母蛇喂养了。朕有恩必报，本座从不欠人因果。也罢，回头百倍还便是。哈哈，蛇妈送的饭来了，我又能接着睡了。不够聪明的我是个挂逼，重生的女帝和道君足够聪明。母蛇来了又走，洞穴里的3根辣条都明白鸟蛋是哪来的。这鸟蛋比之前的要大了一大圈，上面还隐隐有光滑，若隐若现的流转，这是灵气外显，3阶以上妖兽的蛋，且得是血脉不凡的鸟兽才能诞育。好家伙，我爹娘嘞，你这是偷的谁家的蛋？我暗自啧舌，看外形和之前的捕蛇鸟的蛋非常相似，所以俺娘这是盯上捕蛇鸟一家子霍霍了，不会招惹来什么麻烦吧？区妖兽蛋放在以往都进不了朕的膳房。凌霄恢复了一点冷静，在心中为自己挽尊，不能为一颗鸟蛋失了女帝的风范，的确是差了一些。不过正和本座此时的肉身享用。凌云子矜持的暗道，没有家世宗门拖累的道君，吃过见过的好东西不知凡几，就是龙肝凤胆也不是没吃过，所以略有失态，不过是因为正好合用罢了。
我一脸的无语，装个屁，这里又没有外人，而且我听到的是心声，也就是说这俩家伙连自己都骗，当然也一点不耽误他们扑向鸟蛋的速度。两道身影一闪，几乎同时扑向了鸟蛋中的2颗。然而我哪能让他们这么容易就得逞？我还有系列任务要完成呢！当即就迅猛无比的抬起尾巴砸的是又狠又准，力道刚刚好，不至于受伤，但肯定会很疼。被砸到的小青蛇狂甩尾巴拍打地面，丑黑蛇为什么还打阵？这次朕只要1颗鸟蛋。小白蛇也很不满的嘶鸣，本座只抢1颗鸟蛋，还敢犟嘴？打你们虽然不需要理由，但我作为哥哥还是会有个理由的。我昂首尾巴抬起来，把3颗鸟蛋滚到一起，尾巴尖在上面都点了点。3颗鸟蛋大小有分别的。凌霄露出了心虚的表情，他挑中的那颗是其中个头最大的。凌云子则是一脸的黑线，真是幼稚，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点，只是下意识的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项。我斜睨了他一眼，好家伙，你不幼稚，你直接奔着第2大的鸟蛋去了。我懒得跟他们废话，用尾巴尖一拨动，将最大的1颗扒拉到身边。无论说按照年龄还是按照个头，我都该吃最大的。剩下的2颗鸟蛋拨动着，分别滚向凌霄和凌云子，大一点的给女帝妹妹，小一点的那颗给道君弟弟。2条蛇看了看鸟蛋，又看了看我，然后卷起属于自己的鸟蛋，走向了洞穴的2边。挑拨离间，朕是不会上当的，朕不会被1颗鸟蛋收买。将最小的1颗给本座，好得很，这笔账本座记下了。2人各自吞了鸟蛋，如之前摆出了修炼的姿势开始修炼。在入定之前互相瞥了一眼，丑黑蛇不足为虑，白蛇却不同，朕不能输给这玄门中人，定要将他压服才行。这青蛇果然同本座一样，也是转世重修之人，性格霸道不知收敛，倒像是常年身居高位。观他身上妖气，应是修的妖族功法，不知前世是妖族还是人族。我单扣一个大大的6。好家伙，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这2人怎么突然好像要拆穿对方身份了，而且似乎知道的信息比我这个开挂的还多。玄门中人，妖修功法，2个聪明的家伙加上自己这个挂逼，真是有意思了。我也将鸟蛋吞了下去睡觉，再醒来是20天后了，我仍然是第一个醒过来的，和上一次一样，先蜕皮，然后吃掉蛇蜕，体型已经从半米多的擀面杖变成1米多长的小树干，目光不由瞄向了角落里的2坨小蛇，让我想想该找个什么理由再打我的女帝妹妹和道君弟弟一顿好呢。凌霄和凌云子陆续结束了修炼，从物我两忘的状态苏醒了过来，感受着身上的力量波动，都是十分满意。朕3阶了，哈哈！丑黑蛇，朕看你这回结，本座3阶了，本座这次定要讨回之前的。嚯！下一秒两蛇扭头看到我都有些愣住了，这家伙怎么大了这么多？又血脉觉醒了？他们愣住了，我可没愣，冲过去将两蛇打了一顿，就知道你们醒了要挑衅我。既然如此，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有毛病吗？一点毛病没有。不服那就再打一顿。一清一白两条小蛇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虽然他们的实力提升不少，但很明显我的力量还要更强。战斗中砸向他们的尾巴时弱时强，他是担心会打伤朕。凌霄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心中恼怒。这家伙的战斗方式也很古怪，本座不曾听闻有蛇将尾当作鞭子的。凌云子暗自疑惑道：非缠非绕，不撕不咬，张嘴不吐信，着实古怪。之前他还以为是巧合，可如今我主动攻击竟有了几分巧妙章法，只能凭借丰富的对战经验保护自己不受伤，而似乎是感觉到他们有能力自保。我放开了收敛的力道，越打越快。凌霄和凌云子当了多年强者，怎肯轻易服输？何况战斗对他们而言也是对身躯的淬炼。因此这一场兄妹弟之间的战斗，打到了两条蛇精力耗尽瘫在地上为止。得胜的我摇头晃尾，打赢两条小蛇没什么值得高兴的。若这两条小蛇是重生女帝和转世道君，那就值得开心了。就在这时，洞口外传来了鸟类扇动翅膀的动静，由远而近，夹杂着鸟鸣。我悄无声息地向着洞口游动，看看啥情况。小青、小白也缓缓爬起，尾随在我身后。我没敢太往外去，贴着洞穴墙壁斜角看向外面，看到了3根弯钩式的鸟指甲长在修长的鸟腿之上，泥土石块被不断抓挠扬起。这只大鸟在试图挖开洞口，似乎是嗅到了我身上的蛇味。大鸟的爪子猛地朝着我所在的方向掏了过来，然后是锋利的鸟喙啄击而下。我赶紧扭身后撤，感觉这一爪子能把人的脑门抓爆。发布任务：击杀来犯的5阶捕蛇鸟，获得奖励极品锁灵花种子。请宿主注意，洞外有4只3阶2只5阶捕蛇鸟，危险系数极高，宿主可选择不完成保命要紧。我的娘嘞，你去偷5阶捕蛇鸟的蛋了？我都听傻了。凌霄和凌云子也是蛇躯一僵，知道事发了，都扒洞了。这明显就是冲着洞穴里的他们来的。哗啦一声，母蛇带着一身水汽从洞外的河里冒了出来，鲜红的蛇信子迅疾如箭，袭向了挖洞捕蛇鸟的双眼，张开的大口紧随其上，趁其慌乱中咬住了它的脖子，身体一扭堵住洞穴口，同时将鸟缠绕勒死。半空徘徊的2只捕蛇鸟见状顿时俯冲而下，一场大战随即爆发。我娘威武，这一手偷袭玩得漂亮，之前肯定没少杀捕蛇鸟，瞬间就报销了1只对手，可惜无济于事，被杀死的不过是4只3阶捕蛇鸟中的1只，它的死反而引发了其他捕蛇鸟的凶性。我躲在母蛇身后偷偷观察，蛇贼偷蛋死！一个怪异的声调从空中传来，一只展翅低飞的大鸟正在徘徊。我去，这鸟会说话！我不禁啧舌。在我分神的时候，2只3阶捕蛇鸟和母蛇已经站在了一起，打得难解难分。捕蛇鸟数量占优，又对蛇类有着克制的天赋本能，但实力稍差。母蛇光偷它们的蛋喂孩子就偷过2回，之前也没少吃过。猎杀低阶捕蛇鸟更是驾轻就熟，所以双方对战母蛇还略占上风。可我却没办法放松，因为还有1只5阶和1只3阶捕蛇鸟不见踪影。突然我听到了一声鸟鸣，接着母蛇被2只捕蛇鸟故意引到一旁，洞口处露了出来。我立刻一个摆尾迅速后撤，下一瞬一股腥风直冲脑门，一只巨大的鸟爪插入了洞口边，洞穴内的墙壁也被震得簌簌掉动。
我暗道庆幸，庆幸完又有些发愁，怎么办？这么猛有点顶不住。趁机偷袭的是一只3阶捕蛇鸟，还有只5阶没现身。我身后的凌霄和凌云子心中也是复杂无比。现在出去殊为不智，朕杀伐犹新，从不被道德所负累。朕刚入3阶出去也是送死，但捕蛇鸟最善追踪捕食蛇蟒，母蛇若败，朕也必死。小青皱眉，为救母蛇送命，如此蠢事本座不为。可观母蛇杀3阶捕蛇鸟轻而易举，若助他一臂之力，或可一搏。先杀3阶共防5阶，兴许还能将其驱离，然后钻入水中逃走。小白暗暗着急，我听完不由感叹，这对弟妹简直太拧巴了。说到底不就是决定要和母蛇并肩作战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像我就大大方方承认，2辈子头回吃到亲娘送饭挺舍不得，想跟娘多待会儿。亲娘是条蛇怎么了？那也是我娘，要不是怕顶不住，我早就顶上去了。如果是一只5阶捕蛇鸟，还能扛一扛，2只有点玄乎，得想个办法先搞死一只，不可力敌，朕便出其不意。小青暗道：偷袭，本座要以最小的代价取胜。小白严阵以待。我侧目看向另外2只同样在4阶而动的幼蛇，他们心里说的都是我的词。半空中盘旋的5阶捕蛇鸟双眼如电，他知道这里是偷蛋的蛇挖来安置蛇蛋的新巢穴。母蛇很狡猾，偷蛋送来之后都会小心的藏到河里借河水遮掩味道，使得捕蛇鸟一直没能找出偷蛋贼的踪迹。直到这次跟踪抓到了现行，大捕蛇鸟发出了不满的啼叫，让3只3阶捕蛇鸟都去攻击母蛇。此举是为了消耗母蛇的力量，试探它有没有同伴。鸣叫也是在向妻子传达注意其他的蛇蟒妖兽。母蛇因第3只3阶捕蛇鸟加入战局，明显开始落了下风。5阶捕蛇鸟再次发出了催促的鸣叫，并以人言发布命令：抓下他眼睛，巢穴抓幼蛇。蠢笨的3阶捕蛇鸟没开智，只能听懂鸟鸣传达的简单指令，所以他说的人言不是给手下听的。5阶捕蛇鸟的眼中射出狡诈和期待的光，果然母蛇上当了。他立刻扭身强行往巢穴洞口游动，这一动就露出了破绽。3只捕蛇鸟抓住机会分撒开来，向着他的眼睛7寸细杀。5阶捕蛇鸟将这一切看在眼中，兴奋的鸣叫一声，随时准备俯冲而下，将伤残的母蛇抓起摔死。然而预想中母蛇痛苦的嘶鸣并没有出现，相反传来的是2声鸟类悲啼。2只捕蛇鸟像是受到重创，身形不稳的慌乱拍打翅膀，想要飞起，却被母蛇咬住其中一只，又扭身缠附另一只。下一刻2只鸟都失去了生命。5阶捕蛇鸟定睛一看，只见2条不足2尺长的幼蛇分别从2只捕蛇鸟的头上掉落，2鸟的双目处就只留下2个黑孔。5阶捕蛇鸟见状不但不恼怒，还很高兴，注定沦为他腹中血食的幼蛇，当然越是不凡越好。就在这时候，从洞穴内又窜出来了一条黑蛇，身体足有4尺多长，有小树干粗细。5阶捕蛇鸟眼睛一瞪，有些不敢认，这是幼蛇吗？可分辨气息又的确和大蛇有亲缘。5阶捕蛇鸟当即俯冲而下，朝着黑蛇抓了过去。幼蛇能长得这般肥大，定然是血脉潜能有些不寻常。我见捕蛇鸟扑击而来，以身体盘住了身旁的大树，想要盘绕树干不被抓起。5阶捕蛇鸟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嘲弄戏谑，他一爪抓住我的身躯，然后猛地振翅高飞，可却没飞起来。变故突发，出乎意料，他不由一怔一惊，低头一看，我的身躯被拉直，却没有断裂，反而昂头向着他吐着蛇信，发出嘶嘶鸣叫。5阶捕蛇鸟知道不好，便要松开爪子，却陡然感觉头脑一昏，随后便胸口一阵剧痛，令他恢复了几分清醒。低头看到一个狰狞的蛇头已经刺入了他的胸口，大鸟顿时惊恐地拍打起翅膀，想将我甩脱。巨大的翅膀扇起一阵大风，临近一根小树被拦腰扇断，可我盘住的树干有水桶粗，虽然枝干摇晃，主干却纹丝不动，而且随着大鸟的挣扎，血液也在大量流失，很快变得无力起来。几个呼吸之间，翅膀扇动的力量在越来越小，我的眼眸中不由露出奸计得逞的喜色，然后猛向下一拽，大鸟便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上。我欺身而上，缠附鸟躯，将胸口处撕扯开，蛇口张大，猛地一吸，温热的血顺着喉咙滑入，同时感觉有个有些烫的东西也滑入口中。什么东西？我惊诧道。捕蛇鸟的胸口里不会藏着暗器吧？不过现在不是细究的时候。另一只张开羽翼的巨大捕蛇鸟向着我啄击而来，我顿时大惊，一扭身就朝小白和小青的所在飞窜。女帝妹妹、道君弟弟帮忙顶一顶，大哥我喝得太饱没劲了。然而此时的小青正惊讶不已，朕是在做梦吗？丑黑蛇杀死了那只5阶捕蛇鸟，小白也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本座定是神魂出了幻觉，否则怎么会见到5阶妖兽被蠢黑蛇轻易猎杀？而且那只大鸟不是普通5阶，它开了灵智，能口吐人言，肯定已经结出了妖丹，就这么被一只蠢黑蛇算计死了。无论是凌霄还是凌云子都还有些不敢相信，更别提扭身要去救孩子的大蛇了。他整条蛇都傻在了当场。我家小黑这么强的吗？道君弟弟心中充满嘲弄一笑，天之骄子本座也不知道见过多少，再是天才也需要时间成长，所以本座几乎可以断定黑蛇这家伙也是个重活的老鬼。女帝妹妹的看法和道君弟弟一致，而且还认为黑蛇极其的奸诈，压着他们打就算了，还装傻充愣的骗过了他们，这激起了2人的好胜心。英明神武、明察秋毫的女帝，可以心明眼亮算人鱼仙著称的道君，多少年没被人这么骗过了。北荒山脉、南赡大洲，我圣朝和玄门所在东土人间界，还有西方贫瘠的黄沙海，朕倒要看看你是哪方的神圣。小青暗暗发誓，就算你不是地界之人，自天界而来，本座也势必要探出你的底细。小白也是下定决心，因此2人决定饱饮一番捕蛇鸟血就回去修炼。我这么强，他们不想被落下太多，可还不等他们朝着鸟脖子下嘴，就听到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厉啼鸣。凌霄和凌云子猛然转头，又来一头5阶捕蛇鸟，而且直奔丑蠢黑蛇而去。天耀王震！凌霄暗骂道，若是知道来犯之敌中有2只5阶捕蛇鸟，他肯定会选择拼死逃走，而不是拼死一搏。可随即想到了我的表现，不由得又振奋起来。凌云子的眼中也是一暗又一亮，显然同样如此希望。然而我再次出乎他们意料，竟然一折身朝着他们所在窜了过去。2人在这一瞬惊的蛇尾尖僵直，该死的混蛋，你这逃的也太干脆了点，哪怕事先给点提示也好。他们毫无
准备，这时候要逃都晚了。瞬息之间，五阶捕蛇鸟就扑杀到了近前。就在两人心生绝望的时刻，就见逃窜的我身形猛地一顿，似乎是被什么绊住，一晃之下往前栽了栽，又扭过身回头发出了一串的嘶鸣。在蛇鸣声发出的刹那，半空中的大鸟身形不由自主的一滞，我嘶鸣中身后蛇尾一甩一死很明显。我说家人们，你们别愣着，上啊，给我干他！凌霄和凌云子又岂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不用我提醒，他们对战斗机遇的捕捉几乎已经根植于本能，见有机可乘早就窜飞过去，一左一右一青一白几乎同时扑向大鸟，目标当然是他的眼睛，动作果决快速迅捷凶狠，法力加持下的蛇咬战技轻易突破了这处捕蛇鸟最脆弱的要害，令他瞬间清醒，发出了惨烈的凄厉鸣叫，鲜血顺着眼眶和舌口滴答流淌。受此重创的捕蛇鸟似乎这才意识到不妙，想要逃遁，然而这已经迟了，因为一窝蛇里目前最强的母蛇只比一青一白的儿女慢了一瞬就跟着冲了过来，昂起脖颈长身而起，攀附而上，趁机发动了最擅长的杀招缠缚绞杀。说起来他是在场最知道怎么快速杀死一只捕蛇鸟的。振翅要飞的大鸟被压得身形一坠，口中叫声更加凄厉，在死亡即将降临的威胁下，他更加剧烈的闪动翅膀，先是躲开了母蛇咬向脖颈的嘴，又企图甩脱身上的敌人逃出升天。巨大翅膀卷起呼啦啦的风声，吹得临近的荷塘都卷起了哗啦的水波荡漾。母蛇惊慌吐舌，没咬着，要掉下去了。我听到了母蛇惶急的心声，赶紧再次发动了天赋神通。刚起飞到半空中的捕蛇鸟，在神通攻击下仍然没有任何抵抗，头脑昏沉，身体一将，翅膀停止摆动，向着地面坠落。母蛇见状一喜，立刻张开蛇口，狠狠朝着鸟的喉间咬。与此同时，挂在鸟头上的凌霄和凌云子也没闲着，再接再厉，直接将鸟的一双眼睛吞到了肚子里面。剧痛之下，捕蛇鸟又恢复了清醒，开始挣扎。我一看，马上发动神通，大鸟刚被痛醒，就又被蛇鸣干扰，就这样往复数次。好好的一只五阶捕蛇鸟，愣是被这一家子折磨死了。等它彻底没了声息，一大两小三条蛇才接连从大鸟身上滚落，已经都累到脱力了。凌云子有气无力的嘶鸣了一声：“该死的蠢黑蛇，弄死一只小小的五阶鸟兽，竟然让本座费了这般的辛苦。他肯定是一只精于算计又心狠手辣的老鬼，如此的搓磨，若是用来炮制修士，怕是都能激起足够成就一尊厉鬼的怨气。”凌霄也回应了一声：“朕就知道，这丑家伙就是见不得朕闲着，明明有本事对付大鸟，却非得这么折腾朕，他绝对是故意的，敢这么戏弄于朕，等朕的修为变强，一定要变本加厉的还他。”虽然两蛇的嘶鸣对彼此而言不存在任何交流的内容和意义，但他们的心声却是如此的一致，那就是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就像他们判断我杀死第一只五阶捕蛇鸟是一场简单却精妙到巅峰的算计一样。我心道，你们真是想多了，我要真有这种本事，前世还能混得连狗都不如吗？现在让我来看看之前到底把什么吃了下去了。杀死第一只五阶捕蛇鸟的时候吞咽的太匆忙，有个东西滑了进来，来犯之敌全死危机已经解除，我可以安心的进入内视状态。下一瞬就看到了那个奇怪的东西，宿主，这是一颗高阶妖兽凝结的妖丹，蕴含着他们80%以上的力量。我咂了咂嘴，这玩意不断散发出一股股力量，撑得我难受，现在更撑了。内视状态下可以清晰的看到丝丝缕缕升腾的轻雾，这是妖力吧？感觉和女帝妹妹修炼的时候散发的气息有一点的相似。我丢，这怎么办？吐出来吗？如果没办法吸收这股力量，我很可能要有麻烦了。这不对啊，我4阶了，一颗5阶妖兽的妖丹就这么强吗？请宿主注意，这颗5阶捕蛇鸟的妖丹是以7阶碧水蛇的残缺妖丹做妖核所结，妖丹蕴含妖力超出宿主吸收上限，是否要消耗100万血气晋升神通？这还用问吗？晋升，当然晋升。好家伙，就说一只5阶捕蛇鸟的妖丹能把我撑着很不合逻辑，原来不是原装的。7阶碧水蛇的妖丹虽然是残缺的，但力量层级不同，这听着就舒服多了。丁，现在将为宿主提升神通，请凝神静心，不要另行催发体内气血。我感受到了腹内开始出现温热的感觉，有点抓心挠肝，有点难熬。系统，我能吃东西吗？我问道。得到肯定答案之后，我准备去分一点鸟肉。母蛇已经将被猎杀的捕蛇鸟其中2只吃进了肚子里，撑得有点动弹不了。它又喝了许多5阶捕蛇鸟的血，所以有些昏昏欲睡，正趴在原地朝着还躺在地上的3条小蛇吐着蛇信。快来吃肉，吃得多长得快。它的身边有2只被撕开脖颈的鸟，贴心的娘已经给孩子们开好罐头了。听到它的嘶鸣，恢复了点体力的凌霄和凌云子先后爬起来，不过没有过去，而是游向了已经死去的5阶捕蛇鸟。母蛇看着他们想要阻止。妖兽会吃掉敌人的血肉，因为其中蕴含力量，但弱小的妖兽若是吃了高阶妖兽的肉，有可能被撑吐血。不懂事的幼兽偷吃被撑死的都有，可母蛇实在吃的太多，动都动不了，只能着急的看着。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家2条小蛇似乎不是要吃肉，它们趴在鸟身上游动了一番，好像在寻找什么，最后停在了大鸟的胸口，然后2蛇便合力在上面开出个洞。不久后，青蛇将头伸进去，叼出了一颗青色的妖丹。我抬起了头，想看看这2人会怎么处置这颗妖丹。他们应该知道这东西不能直接吞，这2人现在都是幼蛇，还没外挂，如果吃的话，以他们为主角的爽文就可以直接宣告完结了。事实证明，女帝妹妹和道君弟弟没有那么蠢，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准备炼化这枚妖丹。只见2蛇一前一后游动到了河岸边的一处大石上，然后青蛇一挺身仰头面朝月亮，用蛇信子将妖丹向空中一顶。与此同时，一点法力从2蛇的口中喷出，妖丹就这么漂浮在半空中微微转动。
随着两蛇的呼吸吐纳，妖丹上不断有青色和莹莹的丝线被他们吞吐入腹。他们这是在借妖丹修炼吐纳汲取月华。我身为妖兽的本能认出了那是什么，是日精月华中的月之精华。做完这些，两蛇分别向我和母蛇嘶鸣了一声，然后还让开了一点位置，意思明显，邀请我们一起过去修炼。这令我不禁颇感惊讶。丑黑蛇这眼神什么意思？难道以为朕独吞这战利品不成？小青一阵无语。这妖丹不能直接吞服，本座现在又无法将其封存，若是不吸纳炼化，就只能任它消散。倒不如大家一起炼化，在通往山脉深处去有个照应。黑蛇和母蛇又不通修炼之法，能占据多少？本座只需和小青蛇去抢。呵呵，修炼资源本就是个凭本事，本座倒是正好称量一番这黑蛇的来路。小白暗中琢磨。母蛇兴奋地拖着笨重的身体艰难地游过去，再学着一青一白的样子吐纳呼吸。我也没客气，跟着过去就往石头上一趴开始睡觉。这颗妖丹的主人算起来是大家一起杀的，理应蛇蛇有份。没过多久，我体内的灼烧感也逐渐褪去。叮！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神通是气化穴，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猎杀捕蛇鸟，获得奖励极品锁灵花种子。断断续续，睡睡醒醒，终于2个半月我才将妖丹彻底炼化吸收。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我需要进食，否则会被饿醒。幸好慷慨的捕蛇鸟送上门来的不只是妖丹，还有一身血肉。我在最初的10天吃掉了一只3阶捕蛇鸟，最后吃的大半只5阶捕蛇鸟，又维持了17、18天不饿。在之后就没得吃了，得去猎杀妖兽当饭吃。可是打猎会影响睡觉，所以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凌霄和凌云子的修炼也不得不因为肚子的问题暂停，过于消耗血气对肉身成长十分不利。他们现在毕竟是妖兽，而足够的血食对妖兽很重要。于是他们亲自去打猎，不仅要打自己的那份血食，还得再多准备一份。因为我想到的好办法，就是让亲爱的女帝妹妹还有道君弟弟替我把饭带回来。朕从没想过还得自己抓鱼吃。小青气愤不已，该死，本座何曾做过这等麻烦事？小白仰天大吼。谁能想到他们晋升4阶的第2战对手，竟然是一群2阶妖兽追波青鱼？既然这是第2战，那就是有第1战，那第1战的对手当然就是我。因为没能打过我，所以才被迫带饭。黑蛇上辈子不会是猪精吧？这么能吃？凌霄将一条半米长的大鱼一尾巴扇到岸上，心中恶狠狠地骂道：这家伙一顿要吃这样的大鱼10条，肚子里莫非有化石丹？第4顿了，这已经是第4顿饭了。凌云子的蛇脸冷酷无情，内心的愤怒却已经到了临界点。该死的黑蛇已经压榨了他16天，逼着他带了4次饭。白色的尾巴在青绿的水中猛地一砸，将一条大鱼砸飞起来。河岸上一条有向水桶趋势发展的黑蛇一伸头直接叼住了大鱼。不就带个饭吗？怎么一个个情绪这么大？我在心里哼哼道。不得不说，有妹妹弟弟使唤的哥哥当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而且我的妹妹弟弟来历不一般，压榨起来还多了一层愉悦感。不需要穿衣服，吃饭有人喂到嘴边，这生活无疑是很快乐的。这段快乐的日子还可能会持续很久。只要凌霄和凌云子一天打不过我，就得愿赌服输。通过这近2个月的观察，我发现蛇都喜欢睡觉。母蛇只要吃饱，一天有2/3的时间都在睡觉，属于吃饱了就睡的典型。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睡得太多被认为不正常，反而是太正常了让母蛇有点担心。相比于小青和小白日日都在拜月修炼，我就太像一条真正未开枝的水蛇，一直在睡觉吃饱睡觉中循环。月亮出来后，一家子蛇各占一方，开始如之前的几10天一样，有蛇修炼，有蛇学着修炼，有蛇睡觉，又睡，睡死你得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从青蛇的口中传出，她不耐烦道：老鬼，你尾巴越界了，占了朕的地方。知道了，我回答完，慢悠悠地把尾巴收了回来。这就是我们能顺畅达成交易的原因。女帝妹妹和道君弟弟在不久之前炼化了口中的横骨，能够开口说话了。我比他们还要早几天，这颗妖丹最多明晚就该耗尽了。凌云子张嘴说了一句，声音清亮稚嫩，犹如童子。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不怎么爱开口，除非事情很重要。就如现在，妖丹要耗尽了，这意味着凌霄和凌云子快速修炼的日子要结束。我瞥了一眼妖丹，被拿来修炼了快2个月也不错了。几只捕蛇鸟的肉加上2颗妖丹，让我们一家子的蛇至少都蜕了1次皮，体型比之前大了1倍有余。什么东西都没有个吃不完用不完的道理。凌云子也明白，他只是有些舍不得这修为快速长进的滋味，因此提了一句，之后便不再开口，专心修炼。1夜很快过去，母蛇出去觅食，我被凌霄和凌云子给叫醒。凌霄用尾巴尖掀我的眼皮，开口道：老鬼醒醒，我要与小白去捕猎。这次我们不只是要捕杀血食，要找结出妖丹的妖兽吗？我问道。不错，我与小青修炼需要妖丹。凌云子道。你们别互相称呼对方小青小白了，听着别扭。我看了看面前的2条小蛇，促狭道：你们想不想知道对方是谁？白蛇是弟弟，青蛇是妹妹，所以实际上熟悉白蛇传的我感觉很别扭。而且这2个人为了掩藏身份，连自称都换了，让我很不习惯。索性干脆给他们戳穿。你什么意思？凌霄急了，嗓音更加尖尖细细。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可能！凌云子很自信，他绝不会暴露。怎么样？我好整以暇的翻个身，谁先叫我一声哥哥，我就帮谁保命。叫哥哥，这老鬼什么毛病？俩蛇心中一阵无语。不叫吗？真的不叫吗？我看着他俩开口，那我可要说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诈我们？凌云子道。炎昊圣朝听过吗？我轻描淡写的说出来。面前的2条蛇都是蛇躯一震，魔宗的炎昊魔教。凌云子惊讶的扭头看向凌霄，他以为凌霄会是妖族，到头来原来是魔门中人。什么魔教？明明是圣朝。凌霄不满，原来魔门喜欢自称为圣宗是真的。凌云子道。我也一阵无语，圣朝原来是魔教，很合理，长见识了。老鬼你什么意思？凌霄将矛头对准了我。玄门正宗，镇魔山天玄门，你怎么看？我立刻给了他一个公屏，把凌云子的信息也给卖了。
嚯，沽名钓誉之辈盛产之地吗？凌霄眯起了眼睛，小白弟弟，你竟然来自那里吗？一点都看不出来。听闻镇魔山的人都正的发泄痛恨一切妖魔邪鬼，难道不该在成为小蛇的一刹那就直接咬蛇自尽吗？蛇咬蛇还能自尽？我无比的好奇。不要拿本座跟那帮家伙相比。凌云子冷声道，但童子嗓音让冷意大打折扣，自称本座。凌霄哈哈一笑，人间界玄门最强是真仙境的元君，元君以下为玄仙境的真君，100年以内没有真仙陨落，那便应该是玄仙了。玄仙之中身份由高到低为道君、灵帅、灵官、羽士，玄仙之中只有道君可自称本座。凌霄看着凌云子问道，小白弟弟，不知道你是哪一位道君当面？凌云子闭口不言，他还不知道凌霄的身份，可凌霄却从一个自称猜出了他以前的修为境界，这一局已经落了下风。不说，那我继续猜了。凌霄笑道，你快猜。我换了个姿势趴着，这有意思，我爱听。镇魔山的道君不多，据我所知有7位，年纪最大的2位常年闭关，剩下5位中有3位镇守在后山，1位主持门中事务，只有1位最年轻的凌云子心高气傲，桀骜不驯，行事乖张，无所顾忌，树敌颇多。凌霄身为女帝，对莽荒大陆顶尖势力都有所了解，更不用说同属东土人间界的修炼者了，他几乎是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小白弟弟，我猜你就是那位凌云子道君吧？有什么根据？这句是我问的，倒也没什么根据，只是朕听闻过他一些事迹，曾断言他迟早被人打死。凌霄回道，凌霄女帝的为人霸道恣意，不讲道理，比之本座也不遑多让。凌云子冷声怒对，所以朕也被人打死了。说到底还是不够强，要是够强，别人看不惯也无可奈何。凌霄哼道，所以朕这一世定然不会这么容易再被人打死了。不错，本座所求无非一生不受制于人，自在行事。凌云子道，本座修本座的，他们修他们的，原本各不相干，可他们却算计于我，使我生死道消。这笔账定要好好和那些人算一算。稚嫩的童子因邪魅狂狷的自称本座，可爱的小女孩一口一个朕，我听着却很顺耳，毕竟已经快听习惯了。所以你们还是要朕行朕素，我行我素吗？我总结重点。女帝点头，道君颔首，行吧。我叹了口气道，大家现在既然是一窝蛇，我也不想你们太弱了连累我。我明白你们叫醒我的意思，这样吧，你们去寻妖兽，找到了打不过可以引过来，我会帮忙，不过以6阶为上限，太强的不行我也打不过。凌霄和凌云子扭身就走，而我则是闭上眼睛睡觉。睡梦中听到了一阵滋滋的声音，然后感觉有人在扒拉自己的眼皮，睁眼一看是一张猴脸和一双毛爪子。大圣！下一瞬我听到身后的森林里有动静，一阵阵巨兽踏地而行的声响，我扭身回头就听见凌霄呼喊的声音，老鬼你的饭来了。2条1米多长的蛇一前一后从林中冲出，在他们的身后一头大野猪紧随其后，巨大的体型犹如一座肉山，血红的小眼睛冒着嗜血的光。丁，发布任务，猎杀6阶妖兽撼山蜥，夺取灵根清新草。任务奖励2张主仆契约符，蜥就是大野猪，风息修蛇这个词我知道，本意说的是大野猪和大蟒蛇，用来形容贪暴者。好家伙，这回大野猪和大蛇碰上了，我顿时骂道，这特么是6阶大野猪，小青小白，你俩是当了蛇做事真拟人呐！说了6阶为上限就给我弄回来一头6阶，可真听话。母蛇的地盘周围没有就野猪出没，所以这2个家伙跑出去了一整天，该不会是特意找到了这头野猪吧？这头猪得几千斤，还别说，弄死了够我们一家子吃10天半个月的。老鬼你别喊了，快帮忙！凌霄急道，这头野猪疯了，不是我们招惹他，是他要吃我们。凌云子也叫道，他和凌霄又不是自不量力的蠢货，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招惹？出去先转了一圈，确定周围的妖兽等阶都不高，才往森林深处去到5阶捕蛇鸟的巢穴。可树上窝空了，没有鸟蛋，也没发现其他捕蛇鸟踪迹。之后又走了半天，2人心里有了数，记下了几只3阶和4阶妖兽的地盘，这都是日后的血食。接着又往里深入了一些距离，就准备打道回府。这时候在一棵大树下远远的看见了这头大野猪，他们没打算惊动对方，只想把地方记住，待修为提升了再来猎杀。谁知道这头撼山蜥却立刻发现了他们的存在，一路紧追不舍。双方之间实力的差距让他们根本无法甩脱对方的追踪，期间若不是互相配合，有几次都差点被追上。撼山蜥凶猛异常，虽然体型庞大，速度却一点不慢。凌霄和凌云子稍有分神，就差点被踩死。该死，入水！凌云子叫道。说话之间，2人从我面前绕过，冲向了河面。避水蛇的本能可以让他们潜入水中，躲避这头大野猪的追击。野猪虽然能求水，却不能深入水下。凌云子这一声大叫也是在提醒我，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跟着一块下水，还有点良心。我哼哼道，不过我没有跟着跳河，自身实力已经是5阶和6阶的野猪，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先试试，不行再跑，身后就是大河，方便。此时失去了一直追赶的目标，大野猪的杀意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身上。他灵智已开，知道我们3条蛇是一伙的，哼叫一声就奔着我冲了过来。我面对气势骇人的野猪没有多少惧意，之前5阶捕蛇鸟爪子破不开我的鳞甲，眼前这只大野猪即便更厉害却不会飞，威胁性反而更小了。我一扭身，不躲不闪，一尾巴抽去，蛇尾狠狠打在野猪头上，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响动。撼山蜥被抽得一晃脑袋，脚下步伐一乱，踉跄了几步停住身形，而我直接倒飞了出去。这猪头真硬，刚稳住身形，野猪又冲过来。我赶紧昂首嘶鸣，神识凝聚，小剑刺出，同时蛇尾甩动冲了过去，杀那间大野猪冲锋之势一致。而此时我已经到了近前，接着天赋神通蛊惑，随后蛇躯攀上撼山蜥，蛇头绕过脖颈，蛇口大张，狠狠咬上了野猪最脆弱的咽喉，接着将妖力和鲜血一起吞下。撼山蜥一声惨叫，鲜血如泉涌迸溅而出，疯狂的摇晃身体想要将我甩脱，然而已经紧紧缠住他身体的我怎么会让他得逞？不仅没有被甩脱，还越缠越紧，并借此逼出更多血液吞噬。骨骼被勒断的声音不断从撼山蜥的身体内传出，终于大野猪支撑不住，前腿一软，
软跪在了地上，双眼的光芒逐渐熄灭。这头汉山蜥死得很冤，没有使出任何战绩就被偷袭杀死。我也喝饱了，松开缠绕的蛇躯游到了一旁，哗啦哗啦，1清1白2条蛇从水中钻了出来。看着这一幕，心里冒出同一个想法：这老鬼到底什么来头？比之前强大了不止一点。滋滋，一只金黄毛发的猿猴不知从哪里窜了过来，直奔地上的汉山蜥而去。什么东西？小青小白不由发问。这还用问吗？我道。多明显，这是一只马楼。马楼是什么？凌霄不解，这明明是一只金水猴，为何老鬼要说是马楼？还是说这只猴子有着特殊的血脉？不曾听闻猿猴一族有血脉名为马楼。我不禁用尾巴挠了挠下巴，很尴尬，说了梗没人懂。这只马楼为什么会在这？凌云子看向我道，从气息上判断，这应该是生活在母蛇领地东侧的那只金水猴，是这周围有实力占据地盘的妖兽中最弱的一个。虽然只有3阶的实力，但它速度极快，想抓它很难，浑身又没有几斤肉，所以一直活了下来。我笑道，你们走了没多久它就来了，而且好像赖上我了。我当时睁开眼睛看到金丝猴，张嘴喊了一声大圣，可细想觉得不对，认错猴了。不过这猴子很有意思，非但不怕我，还要帮我种灵草，被我撵走过不了多久又会跑回来。猴猴碎碎的躲在一边，然后试探着靠近。对待一只一心想给我种草的猴子，还是只金丝猴，我还真做不到把它一口给吞了。我也不差这一口吃的，可是这猴子一直打扰我睡觉，因此我打算借刀杀猴。突然金毛猴子伸出毛爪子往死去的大野猪嘴里掏，不过好像没掏到什么，急得他抓耳挠腮。猴子你掏什么呢？凌霄忍不住问道。有草，宝贝。金水猴回头朝着我蹦了过来，指着大野猪说，宝贝在哪？你掏，给你。我呵呵一笑，这头猪本来就是我打死的，它肚子里有宝贝肯定是我的，还要你给。话虽然是这么说，我还是游了过去，从喉间开始破开了大野猪的肚皮。金水猴在胃里扒拉了几下，找出了一根小草，只有小手指那么长，看起来毫不起眼。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夺取灵根清心草，获得奖励2张主仆契约符。嚯，还真的是个宝贝，就是这宝贝长得也太不起眼了，灵根清心草就长成这样吗？宝贝该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才对，哪像这灵根仙草一点出奇之处都没有。灵根？你刚才说这是灵根清心草？凌霄的眼睛瞪得溜圆，看看猴子手里的小草，又看看我。老鬼，你确定吗？我确定。我点了点头道，童子不会骗我的。怎么，你也认识？凌霄摇头回道，只是听过这名字，知道它的用处。那你认识聚灵草吗？我促狭地问道。应该也不认识吧，在你们眼皮底下长了好几颗，没见你们问过。聚灵草？这下凌云子的眼睛也瞪圆了。你说的是聚灵草？是啊，怎么了？我一看他们的反应就知道装杯的机会来了，于是口气越发的淡定飘然，尽显高人风范。也是，这么普通的灵草你们不认识也很正常。凌云子急切问道，你是不是有聚灵草？否则不会提起。我是有啊，我回道。在哪？凌霄的目光从猴爪里的小草上移开，注视着我。这得看你问哪一颗了。我轻飘飘道，哪一颗的意思是你有不止1颗的聚灵草。凌霄和凌云子十分激动，他们越激动我越淡定。有3、4颗吧？3颗还是4颗？两人异口同声追问。想知道，想知道，喊声哥哥就告诉你。我笑道。丑黑蛇，朕问你聚灵草在哪？凌霄忍无可忍吼了起来。我说我手里有4颗聚灵草，不仅有聚灵草，甚至还有1颗极品锁灵草。听到有锁灵草，凌霄和凌云子2个更加激动。这就是锁灵草？凌霄趴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快要长出第3片叶子的小草，兴奋不已。没错，我道。堂堂女帝竟然因为1颗灵草这么激动，难道这锁灵草是什么天才地宝？可是我问过系统了，极品锁灵草的价值只比聚灵草高出1阶，而聚灵草在修真界属于低阶的灵草，所以我对两人的激动有些无法理解。你们一个女帝一个道君，连这种普通灵草都认不出来吗？朕没见过，认不出有何稀奇？朕又不喜好肆弄花草，也不是专门种灵种的灵植师，能送到朕眼前的必是上品且稀有的奇花异草。凌霄道，这等普通的灵草本座以前也无心留意，正在查看聚灵草的凌云子接话，有外门弟子和杂役料理，自我炼第1炉丹用的都是2阶以上灵植。我笑了，跟我这装啥装？知道你们以前过得好，可是英雄不提当年勇，有本事别趴地上围着我的灵草转圈啊！片刻之后，凌霄和凌云子终于冷静下来。老鬼，我们得把聚灵草种在一起。凌霄道，没错，聚灵草数量越多，引动的灵气越强。凌云子道，单株聚灵草和多株聚灵草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一株聚灵草只是低阶灵草，但数株聚灵草的价值就得翻10数倍，加上锁灵草可以布置出一个小型的灵阵，用于修炼将事半功倍。凌霄说完看向我，这把我看得一愣，看我干什么？是不是担心我不同意？没有的事，你们去挖出来布置吧，我没意见。聚灵草对我来说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布置成阵法不仅不影响我睡觉，还能引动灵气汇聚，灵气充足滋养神魂，我就能睡得更舒服，所以当然不会不同意。凌霄摇了摇头道，灵草生长不易，我们不敢胡乱挖取，你精通灵植培育，还是得你去将灵草挖出来。聚灵草要形成阵法最低的数量就是4颗，眼下刚好只有4颗，也就是说损坏1颗这聚灵阵就摆不成了。因此凌霄和凌云子都认为让种出了4颗聚灵草的我去挖更加稳妥，挖出来倒是没问题。我道，可是谁告诉你们我精通种植灵植之术的？虽然我没事喜欢种点东西，可那是上辈子的血脉天赋，而且也不保证次次都能活，这辈子手都没有了，只能用尾巴给撅出来，肯定不包活的。那你是怎么种出聚灵草的？凌霄不相信，就这么种的。我理直气壮，系统给的种子就不存在不发芽这个问题，我都没管过，放任自流，这些小草长得也
挺好。老鬼，你真的不精通种植之术？凌云子问道。那你不会也不知道如何用聚灵草和锁灵草布置聚灵阵吧？我愣了，什么意思？聚灵阵的阵法不是你们俩布置吗？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面对我质疑的眼神，两蛇沉默了一瞬。朕以前只用灵气充沛的上品灵石布阵，不曾用过这等聚灵草，本座亦然。好家伙，以前过得好了不起啊！所以你们是要全靠我吗？可惜我也不会啊。三条蛇不禁面面相觑，突然意识到似乎刚刚犯了个大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凌云子看着我感叹，我就呵呵了，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骂我。朕先去将妖丹取了。凌霄昂首道，说着游向了撼山溪，爬向妖丹所在的胸腹，却在这里看到了缩成一团的金水猴。滋滋，种花！金毛猴子捧着爪子里的清新草冲凌霄晃了晃。种花？灵根哪有那么？凌霄不以为意，可下一瞬他就忍不住树瞳一缩。老鬼小白，快过来，把这猴子按住，朕要收他当大内总管。这平平无奇的猴子可能得了把灵根种活血脉传承。凌霄和凌云子不围着灵草转了，他们围观起了金水猴，对其评头论足。我听不下去了，哪里平平无奇了？你们看看这毛色金黄，看看这小脸哇咔咔的，看看这爪子黑黢黢的，这尾巴还能蜷成圈，这外貌明明就长得很不一般。戴上虎皮帽，围上虎皮裙，手里拎根金箍棒，一棒就能把你这俩妖怪全给打死。没有神识看不出更多，但他能知晓以妖血种灵根，必然是血脉传承无疑。凌云子和凌霄都把我的话当没听见，继续说道：哈哈，看来咱们运气不错。凌霄大笑，打瞌睡就有猴送枕头来了。刚才还在担心移植聚灵草会出现损伤，现在有一只可以将灵根种活的猴子，还怕什么？至于布置阵法就更不用操心了，只要猴子凭借传承或者血脉本能将灵草种在恰当的地方，阵法就自然形成了。锁灵草和聚灵草存在半生关系，猴子能安置好聚灵草，就一定能安置好锁灵草。老鬼，你之前不是说这猴子想要给你种草吗？凌云子向我问道。对啊，没想到他真的会种。我看着猴子开口，心道自己是不是有点以貌取猴了？我的印象里，猴子这种活泼好动的族群，怎么可能会想种花种草？所以就以为对方发现了聚灵草的不同，想要拔了吃。猴子是杂食的动物，树叶果皮它们也吃，那草肯定也是能吃。现在一看是自己误会了，滋滋，给你。猴子将手心里的清新草递给我，我闻到了血腥味。这颗我们以为种不活的灵根，此时被一团黑色的泥巴包裹着，根部散发出一点点的清香。灵根要生长起来十分漫长。凌云子道，这一株清新草刚长出来不到3年就被撼山溪吃到了肚子里，如今又被种活，也算命不该绝。漫长有多漫长？我问道。千年万年也未必能长到与你我有大用处的地步。取出了妖丹的凌霄接口道，没事，没大用处有小用处也行。我决定先种着，能种活的当然最好。受上辈子的影响，总想种点啥的瘾头又犯了，一起犯的还有养点啥的瘾。大圣，我扭头用尾巴碰了碰猴子，滋滋。金水猴也看着我，从被喊过一次大圣之后，他似乎就对这个称呼颇感兴趣。你想种我的草？我问。滋滋，猴子猛点头，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我同意了。我道，不过咱们得签订一个契约。猴子有点迟疑，契约听着好像不是好东西。你放心，这个契约是普通的主仆契，没有强制内容。我说着将尾巴翘起在猴子的眉心点了一下，你答应就在心里默念答应，不答应就在心里想着不答应。金水猴没有迟疑太久，就冲我点点头，下一瞬光团便没入了他的眉心。好了，那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嘿嘿笑道，你有名字吗？要不然我给你取一个。金水猴拍了拍胸脯，我叫大圣。行吧，大圣爷，现在你可以去种草了。我用尾巴一指洞口，先把洞穴里的聚灵草挖出来和这里的种一起，你看看能不能行？大圣一拍胸脯，那意思是没问题，转身拐着腿去挖聚灵草。老鬼，朕的大内总管叫大圣不好，要不然叫小圣子怎么样？不怎么样。我抬头甩了下尾巴，想让我家大圣当大内总管是吧？我今天就要让这位女帝妹妹息了这个心思。不过架没打成，母蛇回来了还受了点伤，还好伤势不重，周围也没有能够重伤她的妖兽。蛇蟒的自愈能力极强，只要吃点好的很快就能痊愈。小黑，别打架。他很操心的拦住了我，可能是因为1个多月的彩月华修炼，也可能是母蛇听多了凌霄他们说话，有一天突然就开口说了句人话，就是会说的不多，说的最顺溜的词就是小黑、小青、小白别打架。当然，蛇小翠女士主要是担心体型快赶上自己的好大儿，会一不小心把妹妹和弟弟吞入腹中。蛇小翠是母蛇的名字，她自己取的。放心吧，我不吃他们。一顿饱和顿顿饱之间该怎么选，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咱要走的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接下来我在忙着睡觉，大圣忙着挖草种草，凌霄和凌云子还有母蛇将撼山溪拖进了水里，母蛇控水将大野猪冲刷干净，凌霄和凌云子则一个将妖力化为刀，一个以法力凝出丝线开始分猪肉，所剩不多的猪血流到水中顺流而下，血气引来了不少的水中妖兽远远围观，他们不敢靠近，我一家也没有在意，肚子不饿的时候没必要多造杀孽，何况这些血气堪堪到一阶的妖兽吃了没意思，用我的话说就是放个屁又饿了，不够费劲的，还是吃大个的好顶饱。1大2小3条蛇将猪肉分好的时候，大圣也种完了草，大功告成后跑来找我验收。我放出神识一扫就知道这具灵阵成了，被挖出来重新种下的聚灵草，非但没有出现灵气消散、生机断绝的情况，相反他们的生机更旺盛了，真的成了。凌霄感应到灵气的变化，欣喜道。凌云子点头，感受着灵气的流动，很满意。这时大圣又从河里抓了一把清水，用毛爪子往灵草上挨个滴了几滴。灵草还要浇水呢吗？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一直没给灵草浇过水，就这样都能种活，可见这些草有多给面子。当然这面子肯定是给系统的。凌霄和凌云子和上次一样，由上大石将妖丹以法力喷吐到半空，感受着汇聚而来的灵气，还有被引动采集的月华，两人都很兴奋。哈哈，
这下朕的修炼必将一日千里，假以时日，本座也定然晋升5阶妖兽。不过是普通聚灵草布置的聚灵阵，也值得这么高兴吗？我问道。修炼之道如跋山涉水，能快1分都值得欣喜。凌云子笑道：有妖丹有聚灵阵，比本座枯坐修炼何止快了1分？凌霄也是附和道：是极是极，朕曾在灵脉中修炼，可此一时彼一时，有这聚灵阵就很好。我拍了拍尾巴，全当给2位往昔强者鼓掌，说得好啊。不过2位你们听过一句话吗？什么话？凌霄问。龙卧沙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笑道。凌霄和凌云子都看着我不说话了。这一有所指的，谁还能听不出来？聚灵草、锁灵草都是我的，聚灵阵我家大圣摆的，你们就打算这么白嫖吗？我昂首质问道。朕会还你。本座亦然。小青小白冰冷回应。你可以提一个要求，朕一定会满足你。本座亦然。好啊，我想吃火锅和淀粉肠，火锅要纯牛油锅，淀粉肠要纯淀粉的，一点肉都不能带的那种。我一脸笑意。那是何物？朕不曾听过，本座踏遍东土人间界也没听过此等物。小青小白一脸疑惑。办不到吧？就说口气不要太大了，空头支票拒收了。这样吧，一人喊声大哥，对待自家兄妹大哥还是很大方的。恭喜宿主完成长兄威严任务，获得奖励随机灵草。我听到童子播报乐不可支，凌霄和凌云子的蛇脸上则是写满了狱卒，他们很怀疑我的前世到底是怎样的行事作风，为何热衷于让人叫大哥？见过让人喊爹喊爷爷喊祖宗的，却是头一回被人要求喊大哥的。要说起来，我比他们先破壳而出，喊一声大哥算不上是为难，只是我摆出的嘴脸格外令人烦闷。这一声大哥喊出去像是吃了大亏。我见两蛇默不作声，摆出了好大哥的姿态，开口道：我就不相信了，你们难道没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经历吗？朕没有。凌霄道：朕生来就是家族掌上明珠月灵圣体，7岁被选为圣女，高坐莲台，一心修炼直到半步圣灵，从不曾受人委屈。本座亦然。凌云子也道：本座入宗门过问新政，此后便是内门弟子，拜在掌教师尊座下，100岁之内修到金丹境，成为宗内天骄，何人敢欺侮于我？我咂了咂嘴，憋出来一句：做人呢，要能屈能伸的。兴许是你们之前伸得太狠，所以现在才成了长虫，不屈伸寸步难行。这话倒有些意思。凌云子看向我，想必大哥你上一世也与我们一般顺遂吧？我去，这天没法聊了，太扎心了，老弟，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修炼你们的去。大哥我睡会儿，我年纪大了较多，你如今年纪还不足3月，就是投胎成猫狗也还在喝奶，何谈年纪大？凌霄翻了白眼，重生成蛇后的女帝行为举止似乎都在受到肉身的影响，变得像个小姑娘，就是不知道她这是性情改变还是释放天性。妹妹，你这声音考虑换一个自称不？我说道。不换。丞相说自称老娘不好听，不符合女帝的身份，我总归是要做回女帝的，换来换去的麻烦。凌霄回道。我无语道，好自信，大哥看好你。大哥睡觉去了。小黑，你不和我们一起采炼月华，是不是血脉返祖觉醒了血脉传承？见我真要走，凌霄直接问道。算是吧，我含糊道。凌霄也没有再追问。老鬼，血气积攒过于旺盛固然前期战力非凡，但于修炼之路并非好事。凌云子劝道，你勿要自持灵智清醒就不惧走火入魔，血煞冲撞神魂神仙难救，何况你体型若是再长，日后化妖怕是千难万难。多谢老弟提醒，好意领了，我心里有数。我一笑，总不能说我有外挂会帮助自己炼化血气吧？说了也没蛇相信。小白弟弟，你别劝他了，有这功夫不如专心修炼提升修为。凌霄道，有你我在，总不会看着这条黑蛇顺顺便便就死了。凌云子认可的点了点头，我则是一阵无语。妹妹弟弟太会说话，让大哥都不知道该不该感到暖心。蛇小翠女士已经上了大石，并发出了催促。凌霄和凌云子闻声正色道，你不修炼在这里睡也一样，呼吸之间多少能采炼月华，反正大石上有地方，这位置我有安排了。我回头道，大圣你快来这。我把大圣叫了过来，让他到我原本的位置跟着一起修炼，等大圣修为高了，好烤肉给我们吃。两人被我弄得很无语，本不打算再搭理我。不过凌霄突然想到件事，开口道，还没问你，你为何知道朕与小白弟弟的身份？这个呀，因为你们说梦话，我早编好了。凌霄和凌云子再次无言以对，这老鬼在说什么疯话？他们之前口中恒古未话，说不出人话，怎么听到的梦话？但也默契的没再追问。沉浸于修炼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睡醒了就吃，吃饱了就睡的我，几乎是听到自己升到6阶的系统提示音，才意识到已经时光的流逝。我准备好好的和女帝妹妹、道君弟弟分享这个好消息。他们前几天刚晋升到4阶，作为好大哥就应该适当的给他们上点强度，也好让他们更有修炼的动力。刚把头抬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突然一股压抑至极的气息悄然从林中蔓延过来，我感觉胸口好似挨了一拳，肩头仿佛有一座无形的大手将自己按住，难以动弹。怎么回事？凌霄自打坐中惊醒，威压，这是属于上位强者释放的威压。凌云子脸色一变，再抬头一看天空，只见乌压压的黑云疯长而来。我一愣，咋地？该不会是我睡上6阶，老天爷看不过去派人来打我了吧？血气凝煞妖力外溢散发出的气息便是妖气，大妖驱使妖力，妖气浓郁弥漫，引动天地煞，遮天蔽日，才会形成妖云。嗷吼！一声犹如来自深渊的咆哮，带着绝望的嗜血疯狂，仿若大妖挣脱最后的束缚，将要开始肆意杀戮的宣告。如此威势不是一般大妖。凌霄神色凝重，能化形的妖兽便被划入妖族，妖族最弱的一个境界都是大妖境，而驾驭妖云呼风唤雨声传千里之外，很可能是即将晋升妖将的大妖。凌云子推测，不对，是晋升失败又即将寿元耗尽的大妖。凌霄昂首道，朕听丞相说过，大荒山脉之中的妖族残忍野蛮，有的大妖寿数已到，却又心有不甘，便会到山脉边缘屠戮大量高阶妖兽，寻觅其中血脉强横者吞噬，将弱肉强食彰显得淋漓尽致。这传言竟是真的？凌云子却对此有质疑。可
可若这般血脉强横者被吞噬，岂不是对整个妖族无益？大妖的寿元极限是200岁，大荒之中至少有数万大妖，每一个快死了就出来杀一通，真放任不管，妖族不可能占据地界的1/4天下。凌霄解释道，实际上每一尊寿元将近的大妖都会被妖将押送回祖地，只有被妖王准许才能获得吞噬妖兽血脉的机会，而且7阶以上妖兽，其中血脉真正强横有潜力者早就被妖将收入麾下，不会流落在北荒山脉的边缘。朕认为到了该向山脉伸出去的时候，以我们的实力足以自保。凌霄首先投了搬家票，本来就是走的。凌云子道，树粗将短难拴马，河宽水浅难养龙，这里灵气匮乏，再待无益。随着他们修为提升，修炼所需消耗的灵气越来越多，汉山溪的一颗妖丹比捕蛇鸟的要差一些，所以已经用完了。凌云子看了一眼经过1个多月体型再次暴涨的我，黑哥，再不走这里的妖兽怕是要被你吃光了。妖兽随着品阶的晋升，对血气的渴望只会更强，无论是放任的吞血石，还是采炼灵气凝视神魂，都得去向灵脉所在之地。我一听点点头道，那就搬家。不过咱们怎么搬家呢？什么怎么办？凌霄不解，说是搬家，他们也没有什么要带的，包裹都不需要，甩尾巴由着走呗。我当即摇头道，还得带着灵草呢，当然最主要的是耽误我睡觉。接着我咧嘴一笑，直接走到了河对岸。那条丑蛇跑到那里干什么？凌霄不解，估计是哄骗那只紫金追风龟给他当坐骑。凌云子道，他在做什么梦呢？凌霄笑了，你没劝他吗？紫金追风龟最有名的就是一身坚硬的龟壳，还有悠久的生命和缓慢的生长期。它们的龟壳上天生带有紫金色的纹路，从出生起就能自动吸纳灵气，采纳月华，只经历1个月圆就能兼顾到非灵宝级的法器不可破。而且紫金追风龟在水里游动的速度极快，钻入龟壳内逃命，一般人就拿它没办法了。当然还是有很多手段能杀了它夺取龟壳，可是这种只要不死就至少妖猴境的妖兽，你猜他的亲老祖还活着没有？最可怕的，这族群数量稀少，100年内新生紫金龟从未超过1掌之数，河中的这只小龟只有2丈大小，应该还不到10岁。没劝，他觉得能行。凌云子道，凌霄嗤笑，他怎么行？威逼还是利诱？威逼的话，紫金龟的防御龟壳都破不开，在水里更追不上，利诱就更别提了。丑黑蛇除了那几株灵草，还有什么能拿出手的？紫金龟会为了这些东西给他当坐骑吗？怎么可能？疯了吧？我当然没疯，不过我也的确不知道紫金追风龟的来历这么不同寻常，甚至不知道对方还是只小龟。毕竟正常情况下，谁家的小龟龟壳的直径有5、6米，所以我站在10米开外，张嘴说道：“龟爷吃饭了没有？我这新抓来的鱼你尝尝。”说着，我把尾巴上卷着的鱼递了过去。递过去的时候，不禁再次赞叹了下造物的神奇，因为这只龟的龟壳足够大，我才惦记着让对方给自己当移动房车。可是等了半天，却没等到大龟回应，于是我又往前动了动，抬高声音喊道：“龟爷在家没？”河中的紫金龟早就感觉到了我的靠近，所以钻到了壳里。不过我没有再靠近，所以它也没跑，好奇想要看看我究竟要干什么。只是它没想到我开口直接叫它龟爷，还送鱼给它吃。紫金龟在水中转了个圈，露出头，一双小眼睛看向我，问道：“你在叫我吗？”我一听这声音，心道不好，搞错了，这清脆的童音最多也就4、5岁，还是个小姑娘。我一时语塞，好家伙，这怎么弄？叫姐也不合适，你叫我龟爷，好听。紫金龟道：“好听？哪好听？”我疑惑不已。然后我就听见紫金龟在心里偷笑，嘿嘿，他们叫我祖爷爷做龟爷爷，这条黑蛇叫我龟爷，和祖爷爷差不多。祖爷爷厉害，所以是爷爷，我不厉害也有一个爷了。6啊！我没想到爷还能这么理解。你找我有事吗？紫金龟问道。为啥送鱼给我吃？我又把鱼递了过去道：“请你吃鱼是想跟你认识一下，你放心，没毒的。”紫金龟看了看我，嗷呜一口就把鱼叼在了嘴里，几口吞了下去，开口道：“有毒我也不怕的，你找我干嘛？”丁，发布任务，和紫金追风龟签订契约，任务奖励化形草种子2颗。刚想张嘴的我听到系统的任务，心里一乐，这不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情吗？那家伙竟然真的在打紫金龟的主意。凌霄看着对岸的一龟一蛇说道：“陛下，你相信这条黑蛇是只老鬼吗？”凌云子问道。“不相信。”凌霄回答的干脆，就瞅黑蛇的言行举止，哪有老鬼的深沉，行事就是个十足的年轻人。道君弟弟你呢？我也不信。说起来，这一世才刚开始，你我可都占了不少这家伙的便宜了。凌云子回道：“道君弟弟这话见外了，咱们一家子蛇说甚两家话，是吧？”凌霄笑道：“陛下英明。”凌云子回道：“哈哈，朕等等，朕眼花了吗？你看看紫金龟的背上，是不是多了一坨乌漆嘛黑的东西？”凌霄惊了：“陛下，那坨东西正是咱们的大哥呀。”凌云子回道：“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大圣完成了灵草的移栽，蛇小翠女士被叫醒，4条蛇上了紫金追风龟的背。然而凌霄和凌云子却还是没想出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道君显然沉得住气，闭目盘起修炼了起来，女帝却因为百思不得其解，难以进入无我两忘的状态，数次静心凝神失败，于是决定直接询问：“老鬼，你都和紫金追风龟说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同意驮着咱们？”“龟爷。”我简简单单的回了2个字。“什么？”女帝没听懂，还是一脸疑惑。“代代以后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可以叫他龟爷，对吧？”“龟爷。”我回道。紫金追风龟代代应声点头。作为一只刚从族里出来当街溜子的小龟，明显被这一声龟爷迷住了，小眼睛还往后面瞅了瞅，显然在等着凌霄叫他。凌霄见状，直接游了过去，问道：“龟爷，你怎么会同意和黑蛇签订契约？”代代一脸的呆萌样子道：“小青妹妹，我和黑爷是睡觉搭子，他还管饭。”凌霄有不好的预感，他回头看向我，一脸的惊恐。我对他龇牙道：“妹妹不要怀疑，以后就拜托你了。龟爷你放心吧，我妹妹和弟弟打猎老厉害了，